大家好，很多朋友对 UFO 目击事件感兴趣。上期影片我们讲了一个今年2025年3月，美国的科学家回收了一个 UFO 的飞行器，大家很喜欢听。那这一期我们继续讲一个非常蹊跷的 UFO 目击事件和它引发的话题。这个事件发生在去年，那为什么非常蹊跷呢？原因就是我发现这个事件在网络中能搜索很多的结果，但是一旦你想点击进去详细了解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却是无法访问的状态。那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信息无法检索，是单纯的偶然呢，还是一些人类的魔法？所以关于这起事件的内容，我就更感兴趣了，想专门拿出一期影片来跟大家深挖一下啊。其实也不算是太深，我就使用翻译软件把搜索到的关键词改成了不同国家语言的版本之后，才拼凑出了整个事件接近原始的样貌。那这就是我们本期影片要聊的主题：国会山 UFO 事件和 AARO 听证会。也不知道是不是不能提这些关键词啊？那如果不久之后视频被下架了，那就是不能提啊。大家好，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我的每期影片都准备了很久的时间，如果您觉得还看得过去的话，真心希望您能够多停留一会儿，这样这个小频道才能多推送几个观看量。如果您能点个赞或者订阅这个小频道的话，那真的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帮助。或者留下您的宝贵意见，我一定会认真的看完每条留言，因为通常留言人数也没有几个。对，那我们解释一下标题里面这个 AARO 听证会是个什么东西。那这个名字听起来十分的带劲啊，它叫做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是美国的一个可以跨职务部门调查的机构。那是调查啥的呢？简单来说就是研究 UFO 的。那后面我们再细讲啊。故事得从一位叫做丹尼斯·迪金斯的老哥说起，他是美国空军的一名退伍军人。那退伍之后的职业是带团的导游。2024年11月26号晚上，像平常一样，他正带着团参观国会大厦附近的景点，突然从他的头顶上嗖几道白光闪过，吓得他就突然缩了一下头，意思就是说我去，什么东西啊？等反应过来之后呢，白光已经飞向了视线的远方，他就迅速地掏出了手机，咔嚓一下拍下了这张照片。4个发光的物体呈等腰三角形，或者说是等腰梯形，悬浮在国会大厦圆顶的自由之神雕像的正上方。那等他拍照的时候呢，这4个光点已经停在了那儿。如果一直飞没有停的话，估计等他掏手机的这会儿功夫，早就飞没影了。那目测呢，离画面最近的那个光点，似乎距离国会大厦圆顶上那个自由之神的雕像只有几英尺远。但这只是目测，没有实际依据，很可能是视觉的误差。那说一下，这个屋顶的雕像是自由之神，不是那个自由女神啊。两个，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华盛顿，见面都费劲。对，那后来这张照片也成了网络上讨论的焦点，大家就说这难道是外星人的飞船来国会大厦旁听听证会吗？太明目张胆了吧！随着这张照片引起的轰动呢，接连后续也有另外不同的网友爆料了自己目击到的画面。一对情侣就说他们在公寓的屋顶上也目睹了类似的灯光，这些光点有时候是静止不动的，还会突然的加速移动。他们不仅在国会山出现过，还去了军事基地的上空，最后飞向了南边的位置，闪烁了一会儿才消失。那时间一共持续了15到20分钟。那另一些人也是看到了这张图片之后，才联想到自己曾经看见的灯光也可能属于异常现象。那他们看到的版本呢，就是说自己从11月15号开始就观察到了天空中偶尔出现的亮点，而且到现在为止已经整整1周的时间了。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可能是无人机之类的飞行器，4个编成一队的飞行，速度呢时而快速掠过，时而呢闪烁或者消失。那除了快速飞行这一点，其他的灯光效果呢，我们都能够人为的实现，所以呢当时也没有过多的人感到意外。那说到这儿呢，这些目击者的描述都很类似，就说明这些可能就是一个事件，而且是一个群体目击事件。你要勉强的说它是个无人机的话呢，咱们都能够想到国会大厦是个什么地方，这么重要的地方，你一个无人机或者是飞行器，那能不受到空中管制吗？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 即使技术突破了，那你随便飞过去，别说是国会山头顶上，只要进入半径56公里范围内，那防空系统都不能放过它。那这个国会山的地对空防御系统可是一发能够同时拦截72个目标，而且国会大厦周围密布着雷达、热成像仪、无人机干扰器等设施，而且所有的系统都接入到美国的联邦局子里面，那真的是滴水不漏的地方，恨不得哪怕一个蚊子飞过去都得先宣个誓。对，那你说这很有可能是政府自己的行为，自己派的无人机之类的。那您可就说到点子上了。官方对这个事件只字未提，
随后国会山的一次记者会上，就有人提到了这个问题，说前几天咱们这头顶上飞过几个不明飞行物，是你们自己飞的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要说你直接回答啊，对，那就是我们自己飞的，可能大家也就打消了疑虑。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个叫做苏珊高夫的发言人，这个女士给出了一个堪称教科书级的此地无银式回答。她说，对此我没有任何信息，你是否咨询过华盛顿特区警方或者阿灵顿县警察局？那这句话的意思就像是在说，你看我头顶上戴着一顶绿色的帽子，那我质问你，你有没有咨询过我的监护人是否给我买过一顶绿色的帽子？有没有发票证据 ？Look in my eyes。那这个苏珊高夫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 AARO 的发言人。那国会山的不明飞行物和 AARO 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又有什么联系呢？那我们后面会说到。那其实这个 AARO 组织受到公众的关注程度是很高的，因为涉及到很多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工作嘛。但是每次他们的工作报告却总是很差劲。那基本上除了否认官方回收过 UFO 飞船，就是否认目击 UFO 的真实性。比如说2013年波多黎各事件，红外视频显示物体消失，实际上解释为温度与海水背景一致，是视线错觉导致的误判。2016年佛罗里达海岸事件，高速飞行物被归因于视差效应和雷达误判。2023年艾格林空军基地事件，确认银色光球为商业照明气球，排除 UFO 的可能性。那基本上把历史上的绝大多数 UFO 目击事件都解释为人为的产物，或者是巧合、天气现象之类的。那老百姓又不傻，那肯定不买账，就觉得肯定没有这么简单。那咱们就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组织。那国家对这个组织的关注程度和经费支持是怎么样的，你就能够大概的了解它是否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的组织成立于2022年7月，2023年1年就消耗了政府2200万美元的预算，2024年更是增加到了6900万，甚至2025年的预算还要增加，匪夷所思。因为数字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另外呢，上面公布的数字也是仅能作为参考，因为美国每年都有10%几的黑色预算不会公开化，这些资金的数据统计多达800亿美元，那有没有花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那这里面的数字只能做推测。另一方面 ，AARO 的人员规模从一开始的数十人增加到现在的大致100多人，但是呢，这个数字也是保密的，我们只是推测个大概啊。那结果就是什么实质性的研究都没有，但是人员一直在增加。他们把不明飞行物 UFO 统称为 UAP， 解释为不明空中现象，涵盖各种无人机、气球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物体。这个组织由退役的空军上校乔恩·科斯洛斯基担任牵头人，负责一方面统筹调查，一方面与国会沟通。他是隶属美国国防部下属跨部门机构，可直接向国防部副部长汇报，同时和情报界、军方以及官方机密科研机构直接协同工作。那好，介绍完了。那你说就这么牛的一个部门，调查了2年 UFO， 什么也没查出来。第3年呢，还要增加预算和人力，那不就是相当于指着自己头顶上的绿帽子说，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这是橄榄色，并不是绿色，请大家放心。对，所做的事儿那是和他们的发言人苏珊高夫讲的是如出一辙，真不愧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啊。所以说呢，公众也对每年 AARO 所做的汇报没有什么信任度可言。就是口风这么严的一个组织，他们在2023年报告的510起不明空中现象，也就是 UAP 事件中，有171起没有合理的解释。只是笼统的说了，这并不能证明有外星生命的存在。到了2024年，一整年的 UAP 事件更是多到了1652起，其中多起事件涉及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军事机密，里面有21起完全无法解释，也遭到了华盛顿邮报的深度批评，说他们不仅花公民的钱，还把公民当作傻子一样的耍。那我们从这些事件中找出3件2024年左右比较典型的有记载的事件分析一下。1. 吉拉本德军事禁区菱形编队事件。2024年1月26号，亚利桑那州吉拉本德军事基地，一架 F-16 战斗机训练的时候，突然发现雷达上出现了4个菱形的物体，以松散的编队飞行，间距精确保持在 1.5 公里，高度16000到18000英尺，大概就是4800到5500米。飞行员通过光电红外传感器观察到其中一个物体呈灰色，中心区域带有橙色的辉光，底部疑似有热信号波动。当战机接近4000英尺的时候，雷达突然故障，电路的短路器跳闸。那事后呢，经过检查发现该短路器在不久时间内曾经3次的无预警失效。
AARO 的解释为这是气象气球或者是氦气球，但是呢却完全无法解释它们是怎么在148公里每小时的大风条件下完全保持静止的。那第二个就是墨西哥湾跨介质事件，这个跨介质指的是从海里飞到空中的意思。2023年10月18日，路易斯安那州近海，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艇的雷达探测到一个圆柱形物体从海底浮出，以3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升到海面，随后同时加速到926公里每小时，消失在云层中。附近石油平台的监控摄像头就拍到了物体出水瞬间的巨大水花，以及短暂的蓝色光芒。随后海军 P-8 反潜机的磁异常探测器在事发海域下方探测到非自然金属结构。但接下来的深海探测和深海捕捞却没有了任何的后续报道和解释。那第三个是新墨西哥州的三角形编队事件。2024年5月3号，白沙导弹试验场上空，多个地基雷达和卫星搜索到3个等边三角形组成的编队，组成了一个编队边长长达50米的三角形，以之字形的路径飞行，最高速度达8马赫，约9800公里每小时。目击者称物体表面呈亚光色，无可见推进装置，飞行时呢也没有产生音爆。那解释一下啊，音爆是一种飞行器超过音速的时候突破音障的声学现象，一般会有砰砰2声强大的爆破声，和在空中可以看到以锥形炸开的空气云为迹。那音爆能够产生的这些大动静基本上都没有发生。那后来 AARO 分析认为可能是测试中的新型无人机，但承认呢没有什么材料能够承受如此高速下的低阻力飞行，并且呢所有这些事件国防部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开所有事件的原始数据。那这些事件放在一起，虽然 AARO 全盘否认这些异常现象，但我们发现很多现象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中有很多和我们最初讲的那个国会山头顶出现的4个亮点都有着共同的特征。第一个就是它们通常都是以编队的形式出现的，经常出现超过常理的移动速度和突然的加速度。再有呢，就是它们出现的时候都好巧不巧的，似乎带有一定的目标性，不是去了新型飞行器的试飞场地，就是国会山的听证会。那如果真是 UFO 的话，去一些军事基地我们还能够理解，观察一下现在那个地球的科技嘛。可是他去国会山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真是听一些什么重要的会议吗？而且直接派了4个 UFO 悬停在国会山上空，实际上按照时间上来说的话，真的是对得上，的确是有一些重要的会议。那就是 UFO 出现这一段时间正是 AARO 举办听证会前后。虽然听证会中透露的 UAP 事件资料只是一些只言片语，一些前高层官员看似透露了很多 UFO 的目击事件，但是每当他们提问到关键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回收了外星人的飞船吗？你们实质上接触过外星人吗？他们长什么样？有没有威胁？你们有在逆向研究外星人的科技吗？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都是一句话：我要求在敏感信息隔离室内进行汇报。那解释一下，这个敏感信息隔离室就是一种屏蔽窃听的保密房间，就像三体里的质子屏蔽室一样，也就是接下来的内容不会公开透露。就像是说，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嗨，算了不说了，匪夷所思，就卖关子卖到了一定的高度。因为通常这些前高层雇员都会签署一些保密的协议，之后一旦在公众面前透露这些签署过协议的核心机密的话，自身的生命安全可能都会受到威胁，所以他们也不敢随便的说。那虽然这个会议中透露的信息十分的有限，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焦点，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些 UFO 飞来的目的。会议中有一位记者透露，内部人士给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描述了美国政府内部有一个神秘的组织正在研究 UFO 的逆向工程。那这个组织的人员分布在政府的各种职能部门中，他们的组织有一个保密计划，叫做完美星座计划。工作内容就是通过观察、目击证据和数据信息，研究外星科技的工作原理，目的就是逆向研发科技和武器。他们签署了最高的保密协议，甚至内部人员访问特殊文件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国会对这个组织人员组成的数据完全就不知情。那不好意思啊，上面那些画面都是前天录的，现在是第3天的晚上。我发现我录了一半之后，我的画面素材都没有了，所以说大家看着可能有一些光影的区别。现在是晚上。如果说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 UFO 的存在就有了确凿的证据。但是呢，官方肯定是自然不会承认这一点。那国会大厦上空的4个 UFO 很可能就是想看看你们到底能研究出个啥。
那这个国会山出现 UFO 事件其实不止这一次，早在1952年7月19号，在那一天，华盛顿国家机场的雷达就突然捕获到7个不明的光点，它们直接掠过白宫和国会大厦，速度时快时慢，甚至呢有时候还悬停在空中。那空军就紧急派出2架 F-94战斗机拦截，结果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飞行员后来叙述说，当战机接近的时候，光点迅速加速到了每小时11000公里，就直接从雷达上消失了。而且在1周之后，这些光点又回来了，感觉上就像是一种有意识的挑衅。那这次事件导致的结果就是让当局直接在当年启动了蓝皮书计划，成为美国官方首个系统性的调查 UFO 的项目。那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政府到底有没有在隐藏什么？从蓝皮书计划到 AARO， 从罗斯威尔到国会大厦。那我插播一下，关于罗斯威尔事件，可以看我之前的这期影片。UFO 事件总是和国家安全绑定。2024年听证会透露，政府掌握的 UAP 信息可能只有5%被公开。那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完美星座计划里面记录的这些 UFO 的形状，有球体、蝶形、水母状，甚至还有漂浮的大脑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外形。那这些描述和影像画面也超出了人类通常的理解。如果这些 UFO 真的来自外星的话，那当局可能早就和外星文明有过一些接触，甚至开发一些技术。就像前 CIA 特工查尔斯·布兰顿说的，罗斯威尔事件中确实回收了外星飞船，而人类科技几十年来的突飞猛进，可能就来源于这些飞船的逆向工程。但是如果这些逆向工程的黑科技用于战争的话，那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AARO 一直不承认或者不肯透露的内容，如果是真的的话，往好了想呢，也可能是怕引起人们的恐慌。听证会中 NASA 前副局长迈克尔·格尔德说过，最终的答案会让我们所有人感到震惊。那其实这2年 AARO 的听证会中透露的蛛丝马迹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谁的说法不是为了博得眼球，谁的说法又是欲言又止。那真相只能留给时间慢慢的验证。最后，你觉得这些事件中哪些更具有说服力？或者你觉得美国官方真的有隐藏着什么外星飞船的残骸，甚至外星生命存在的实质性证据吗？请在评论区里一起聊一聊。那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真心希望你能帮我点一个赞，或者是订阅这个小频道，那真的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我们下期再见，拜拜。